你最近焦虑吗？考研复习进度如何？房贷还完了吗？儿女多久没回家了？无论哪个年龄阶段，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。高学历总比低学历更有发展前景，所以要考研。没有自己的房子是无根之木，所以要买房子背房贷。儿女在外面为生活奔波，但想念无法抑制，想让他们回来。对现状不满，有自己的期望，要为达到期望而努力。但你又开始怀疑自己多么努力也是在做无用功，因为你见过太多人努力了也没有结果。在行动还未展开之前，杞人忧天的想法已经把勇气扼杀，随之而来的是无法避免的焦虑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彭凯平说，所有的焦虑、徘徊、恐惧，其实只有通过行动才能解决。躺在床上，躲在家里，在那胡思乱想，没有任何意义，也没有任何作用。所以，大多数人的焦虑的实质是想得太多，做得太少。一、躺平与内卷都是焦虑。1918年的北京，人们的工资水平大概在每月10几20元左右，而3环内的房子大概2、3千块钱一套。面对高不可攀的北京房价，24岁的毛泽东第一次离开湖南，做了一个重大决定，去北漂。他在北大图书馆里干起了人生第一份工作，每月工资8元，然后仰慕地看着那些偶尔去图书馆的一个月几百块工资的大师、教授们。他在这些人面前的卑微，并非源于收入的微薄，而是源于他的朴素和出身。这群自视甚高的民国大师们，很难对看似从穷乡僻壤走出的贫穷学生展现出友善和尊重。比如，胡适就曾经在课堂上拒绝回答毛泽东的提问。但无论环境怎样恶劣，毛泽东总是一副积极向上的样子，去谈恋爱、听演讲、组织社团，大冬天的跑去天津看海。哪怕冻得哆哆嗦嗦了，他还有闲情逸致去逛公园，然后在文章里写道，在公园里，在故宫的庭院里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。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，我看到洁白的梅花盛开。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，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，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。说句实在话，今天的我们哪怕用羽绒服把自己裹成了球，大冬天去故宫或者北海逛一圈回来，能发出的感慨大概也就是今天冻成狗了。和毛泽东相比，现在的我们无论春夏秋冬都已经很少逛公园了。有一则数据显示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3年5月，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上升至 20.8%。这意味着新毕业的大学生中，平均每5个人中就有1个找不到工作。在这种形势之下，相当多大学生害怕自己毕业即失业。算了，还是去考研吧，又走上另一条独木桥。而打工人们害怕被毕业生挤掉工作岗位。小李下班别走，我们开个会，你出去帮我买杯咖啡。小李想了想，房贷还没还完，敢怒不敢言，就怕隔日饭碗没，只能卷起来了。好不容易下班了，有点闲暇时间的你，打开了抖音，不看还好，这一看又焦虑了。自己辛辛苦苦战战兢兢的为了那点可怜的月薪，别人呢，全世界旅游，晒入住的5星级酒店，晒窗外的蓝天大海。你开始怀疑自己工作的意义。这份工作自己多加班，再努力也达不到别人的生活水平。累死累活没有意义，就开始躺平了。所以很多人开始不去公园，选择去公司加班，只求不被淘汰。去寺庙烧香拜佛，祈求撞大运，让上天满足你的欲望。这其中焦虑如影随形。2. 焦虑是因为想得太多，做得太少。被焦虑打垮的人选择躺平，内卷的人被焦虑裹挟，挣扎着往前走。所谓焦虑，其实就是和个人预期不一致，
对未来将要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没有把握而产生的。这其中包含了焦虑产生的3大环节：目标、行动、破灭。往更深层次看，就是想得太多，做得太少。一、想多了，丧失目标感。目标很好理解，就是对暂未拥有的东西有想要得到欲望。而目标感是什么呢？举个例子，你就明白了。月薪1万的小杨想要在1年之内挣200万。毫无疑问，小杨是有目标的。那他有目标感吗？没有，因为目标定得太大，时间跨度太短，他自己都很难相信自己不坚定。所以，目标感首先是对目标的坚定。但要对目标坚定是有前提条件的。我们把例子改一下，方便你理解。月薪1万的小杨想要在6年之内挣200万，这个可能吗？可能。小杨把短期目标变为长期目标。6年的时间里，一个人可以发生很大变化。小杨自己相信了，对目标坚定了，就有目标感。所以是长期目标才有目标感。小杨今天说6年挣200万，明天说挣300万，后天又说挣100万。目标不清晰，方向变来变去，步伐也就乱了。目标的必然是清晰的。哈佛大学曾经开展了一项关于目标感的研究，经过25年的跟踪调查，他们发现 27% 的人在生活中没有任何目标， 60% 的人目标相对模糊，目标比较清晰的仅占样本的 10%， 而且也只是有短期目标，只有 3% 的人，他们的目标是清晰且长远的。大多数人只有目标，没有目标感。2、做得太少，陷入思维定式式。如果目标定好了，有了目标感，就不会焦虑吗？其实还有坑，就是行动陷入自身的思维定式。所谓思维定式，是指人们在处理信息时，由于经验和习惯，形成的一种固定的思维方式或思维模式。你不会想着怎么走路，先迈左脚还是右脚。但现在，你的左前方地上有一块香蕉皮，踩上就要滑倒。如果你的习惯思维定式是先迈左脚，那你必然会摔倒。环境不同，思维定式也就失效了。想着以之前的解决方法应对问题，显然解决不了问题。3、反馈目标破灭。目标破灭产生焦虑，这种焦虑促使大多数人走向不同2条道路：内卷与躺平。选择内卷的人其实是被焦虑裹挟了，只能往前走。他们看到主动留下加班的同事，资产数亿的企业家还在不断讲创新，似乎不卷起来就被别人甩下去了，只能强逼着自己走上钢丝，不断摇摆，不断寻找平衡。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压力让人很痛苦。选择躺平的人则是被焦虑打垮了。他们看到了巨大社会差距，相同年龄别人月薪3万，自己月入3000，焦虑过度产生恐惧就躺平了。所以很多人开始将原因归结于自己的性格、童年的经历，认为自己是这个病，改变不了。一步错步步错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，反复陷入焦虑情绪。到最后，内卷的人先垮掉身体，躺平的人先垮掉精神。3、如何破解焦虑？看到了坑，我们就有避开风险的可能性。以下跟大家分享如何破解焦虑的一剂良药。1、目标越清晰，行动越有力。首先，我们要先制定一个清晰的目标。如果目标不清晰，我们的大脑就会处于模糊状态，使我们陷入怠惰、懒散、空虚的情绪中动弹不得。大脑要么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要么同时想做的事太多，无法确定最想实现的目标是什么，要么知道目标，但没想好具体要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去实现。我们所面临的选择题太多，选项也太多，
而且因为我们对自己没有清晰的认识，不知道什么对自己最重要，所以在信息过载的情况下，往往不知所措。如何才能让大脑更清晰？第一步，找一本普通的 A5 笔记本，将纸页对折。第二步，在上方写下当天所有要做的事，然后清空大脑，按权重将列出的事项标上序号，这样目标就变得清晰可见。第三步，收集一切可用信息，在页面左侧预测性地写下在某一时间段做什么，然后在底部统计计划学习时间和可用学习时间，这样时间也变得清晰了。第四步，在页面右侧记录当天的实时情况，一天过后，对学习时间和学习成果进行统计，时间利用效率便一目了然。行动时最怕模糊，如果我们的头脑中一直有很多模糊的选项存在，我们就需要花心力不断做选择，而做选择是一件非常耗脑力的事情。但写下来这个简单的动作，会把我们头脑中所有的想法和念头全部倒出来后，这样一来，我们在执行中就不需要花脑力去思考或做选择。二、行动，知行合一，打破思维定式。目标制定好了，接下来就是行动。知行合一虽然很难，但的确是最能帮助我们打破思维定式的方法。有太多人想不通为什么自己懂得那么多道理，却依然过不好一生。其实原因很简单，他们阅读了很多有道理的书，收藏了很多有道理的文章，觉得自己无所不知，却始终不能俯下身子去行动。因为他们总认为自己还没准备好，担心方法不是最优的，贸然行动会走弯路等，殊不知这样的观望等待本身就无效率可言。那么如何才能改变知而不行的现状？第一，不要停留在满足于拥有或知道的阶段。当我们下单买书的那一瞬间，感觉特别棒，就像已经拥有这些知识一样，但收到书后，可能也就是简单的翻一翻。当我们领悟一天不看手机也不会有任何损失时，头脑一下子就清醒了，对手机信息的危害看得无比通透。然而没过几天，再次碰到这种情况时，我们又会把书放到一边，掏出手机开始玩。道理再好，如果不去刻意练习，这些美好的认知将永远不会真正对自己产生影响。第二，不要想着一开始就做好。万事开头难，即使我们学习了很多道理和方法，但一旦做起来，往往就会各种出错。很多人在这个阶段害怕被嘲笑，害怕自己的形象被破坏，害怕方法错了，可能就放弃了。其实，我们应该学会用成熟的心态包容自己最初的笨拙，通过持续练习，消除知和行之间的鸿沟，体验到做到的快感。第三，不断获取新知识。在获取新知识，建议大家多看书、学习、汲取信息，即使只是上网浏览微博、微信或抖音，也比闲着好，让自己的大脑里有新信息飘进来。底层学习观：有用的无用，刻意的无益。第一，有用的无用。在学习过程中，我们不必过于纠结于事物的实用性。许多学习者为了提高学习效率，严格要求自己，对任何无用的东西一概不看，只关注那些看似有用的信息。然而，我们都知道有用这个概念是相对的，对你来说有用的东西，对别人可能是宝贵的财富。今天看似无用的东西，未来也许会变得极具价值。我们要保持开放的心态，多阅读一些看似无用的知识，因为它在未来可能会派上用场。第二，刻意的无益。培养有意识的空闲时间。实际上，我们需要刻意安排时间学习，并有意识地规划好自己的学习时间。例如，每天早上起床后，花半个小时打开一些平台，听取最新的笔记匣和热门知识，了解全球商业模式等。人的大脑并非越努力就越幸运，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种模式：刻意的专注和无意的发散。在这种模式下，你确实会集中精力，高效思考，快速得出答案。另一种状态是大脑处于无意发散模式，偶尔发呆，坐地铁时神游等。在这种时候，你会有很多创意和灵感涌现。因此，不要让大脑过于劳累，给它一些放松的时间，让它在无意中激发出新的灵感和创意。获取新知方法，真正的记录下来，
在学习新知识，我非常推荐大家用笔和纸来记录。这种习惯与年龄无关，真正的学习过程在于书写。在书写过程中，听觉、视觉和动觉同步进行，这可以激发大脑更深入的学习。首先，书写过程中会刻意放慢速度，让你更好地理解和记住这些知识。其次，在书写过程中，你会对每个词汇进行更深入的思考。因此，学习过程中不追求速度，而是注重质量，真正地记录下来。总之，掌握知识不仅仅是获取新信息的过程，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记录、思考和总结。第四，反思联结。反思联结是新知识与实践相互结合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对新知识进行思考，并使其与自己的经验产生关联。如果不进行反思联结，那么这些知识就是别人的、书上的或老师讲的。库珀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学家，他发现人的学习过程从具体经验开始，有了具体经验后，反思观察变得尤为重要。通过反思观察，你可以形成抽象概念，并积极地将其付诸实践，这样才能真正将新知识融入到自己的认知体系中，更好地应用到实际生活中。底层学习观：暂停批判，拥抱差异。第一，暂停批判。首先，要学会放下批判。如果对新知识感到不适或了解不同，就立刻批评并否定，那么将永远无法接触到更深入的知识。因此，我们要学会暂停批判。在遇到新知识时，要学会保持冷静和谦逊。暂停批判可能会让你有机会看到更多的可能性。第二，拥抱差异。在反思联结过程中，存在一些学习者不愿意接受的情况，因为他们需要突破自己在认知上的舒适区，接受不同的事物。事实上，找到并拥抱这些差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态度。近年来，有一句话特别火爆：人既挣不了他们认知之外的钱，也无法完成他们认知以外的事情。如果想在认知上有所突破和作为，就要走出舒适区。你的认知范围有多大，可能性就有多大。这些差异并不是坏事，而是一种礼物。因此，在反思联结的过程中，无论你经历了什么，遇到了多少令人惊叹的理论，都要好好思考这些差异背后可能存在的可能性。苏轼的词句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寓意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，即只有心灵得到安宁的地方，才能被称作是真正的家。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中，许多人常被各种焦虑所困扰，主要原因在于过度的思考和缺乏实际的行动。他们在思想的海洋里游走，却忽略了将思想转化为实际行动的重要性，成了所谓的思想上的巨人，行动上的矮子。成功的人士通常能够将广泛的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相结合，真正做到读完万卷书行万里路。他们知道，过度的思考只会增加焦虑，而实际的行动则能帮助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，从而实现个人的价值和目标。因此，如果我们想摆脱这种困境，就应该在面对目标时少些过度的思考，而是勇敢地迈出实际的行动。每前进一步，都是向着心灵的无乡迈进；每执行一个实际行动，都是在减轻自身的焦虑，寻找真正让心灵安定的家园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不仅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，更能在实践中不断成长和进步，最终实现内心深处的渴望和理想。焦虑是当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，但它并非不可解决。通过制定清晰目标、积极行动、不断获取新知识，以及进行反思联结，我们可以摆脱焦虑的困扰。最终，我们应该像苏轼所说的那样，保持目标与行动的平衡，用行动来解决问题，而不是被焦虑所困扰。焦虑并非无法战胜的怪兽，只要我们敢于行动，它将不再是我们生活中的主宰，而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个过客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